香港年輕人面對高樓價同生活壓力，往往寧願揀排公屋，都唔會去選擇買樓。更加聽過唔少人講，得公屋得天下，有公屋仲好過中六合彩。甚至喺我讀書嘅時代，大家啱啱18歲，第一樣要討論嘅事，竟然係排咗公屋未，而唔係佢自己未來有咩夢想。香港嘅樓價高，全球聞名。年輕人即使工作多年，都難以去儲夠首期去買樓，仲要夠人工去做按揭，更加唔好話要長期供樓30年。相比之下，公屋低廉嘅租金大大減輕咗佢哋嘅壓力，係一個更加實際嘅選擇。除此之外，好多年輕人處於職業生涯嘅起步階段，工作收入唔高，而且想趁後生作出更多嘅嘗試。買樓意味住長期需要供樓，要保持穩定嘅收入，減低佢哋嘅自由度。排公屋反而可以自由自在，想做乜就做乜，而且排公屋嘅機會成本低，只需要入紙申請同耐心去等待，就可以得到一間長期平租嘅單位。唔似買樓咁，又要個月辛苦去供樓，冇得去旅行，又要冒住樓價下跌或者失業引致斷供嘅財務風險。但係事實到底係唔係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以上講嗰幾個原因，就知道公屋其實係得一個優勢，就係租金平。而買樓又辛苦又貴，仲要供，都唔知買嚟做乜。但係你又有冇羨慕過人哋以前喺沙士買樓，即使樓市跌咗3年，而家賺到嘅錢都係數以百萬計，仲要未計佢哋供樓時候儲落嘅本金。但係住公屋每個月應該慳咗唔少嘅租金，但係好少有見到有人講住公屋儲到幾百萬，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呢？其實有公屋唔係等於中咗六合彩，排公屋等上樓先至係令你裹足不前嘅原因。我會喺呢條片同你解釋呢啲嘅情況。你預期呢條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並會扭轉你嘅思想，所以一定要將呢條片睇到最後，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喺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並揾到適合你嘅投資方法，令你走最近嘅路，更快達到財務自由。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喺睇完咗呢條片之後，都知道買樓係可以幫你建立到財富。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首先同你講翻，有公屋點解唔係等於中咗六合彩？其實呢條數唔難計。六合彩一注獨中嘅獎金係800萬，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但係要點樣去衡量公屋嘅價值，就唔係個個人都知啦。簡單啲嚟講，係可以拎以補地價公屋嘅成交價去衡量，因為未補地價嘅時候係有個折扣率喺入面。如果唔計嘅話，會令佢個價值低咗。如果將個折扣率計翻入去，又會因為按揭有政府擔保而令佢個價值高咗。我假設你係有幸派到一間2房嘅公屋單位去計，我喺網上揾翻近期2個公屋已補地價嘅新聞去比較，大概佢哋嘅價錢係300零萬左右。當然唔同嘅地區同大細會差少少，但係已經同800萬差好遠。而且300零萬係樓價嘅總額，意味住係唔需要供樓嘅利息，只需要俾管理費同雜費。而租公屋嘅話，仲要每個月俾幾千蚊租。我以呢個單位計，租金大約係3000零蚊，而雜費我當佢係1000蚊。你需要攞翻個差價，即係每月2000蚊去扣減翻去個樓價度，用翻香港普遍租金回報率3.5厘去折算翻呢度嘅樓價，即係2000蚊乘12個月除以3.5厘，即係大概70萬左右。即係成功租公屋上樓，會令你得到咗300零萬減70萬，即係200幾萬嘅價值。雖然呢條數計落同中六合彩都仲有啲距離，但係白賺咗200幾萬，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喺呢個角度嚟睇係冇錯嘅，所以好多人都打算排公屋等上樓。但係呢個亦係佢哋裹足不前嘅原因，因為排公屋唔需要太多嘅機會成本，唔需要去儲首期，只需要時間去等，就可以得到200零萬嘅價值，更加可以年年去玩去旅行，又可以得閒唔做嘢休息下。
但係當中我所講嘅時間就係你最大嘅機會成本。上網揾翻房署公佈嘅數據，輪候公屋嘅時間平均需要6年。我相信多數嘅人都知道，6年只不過係一個平均數，好多人都係等9年甚至10幾年先成功上樓。即使我用7年去計，其實個機會成本都係十分之大。首先，你申請公屋嘅時候係有入息限制。我身邊嘅人就係為咗申請公屋而去做一啲低薪或者係出現金糧嘅工作，去避免因為超額嘅入息令佢哋失去咗排公屋嘅資格。其實呢樣嘢係十分之本末倒置。我為咗要得到更多錢去買樓，我唔需要7年嘅時間，人工已經翻咗1倍，亦唔需要7年嘅時間先可以成功上車。但係我有一位排公屋嘅朋友，不但等咗幾年到依家都仲未上樓，而且佢為咗保持低收入，人工幾乎冇加過，仲要已經搬埋出嚟住，要俾市值嘅租金去等待上樓。其實生活唔見得好安逸，可以成日去旅行。同時，即使你排到公屋都好，公屋只有幾次嘅揀樓機會，仲要係政府分派俾你。可能你都聽過好多人講，佢哋等咗好多年，終於可以上樓，但係幾次揀樓機會都冇佢哋心儀嘅單位，最後揀無可揀，都被逼揀咗去偏遠嘅地區，之後居住多年。而買樓係你想揀邊度就邊度。而我哋喺收樓之後，人工都有所上升，就係因為我哋搬咗去更加近市區嘅位置，從而減少咗我哋嘅通勤時間，令我哋有更加多高人工嘅職位俾我哋選擇。即使你買第一層樓，上車嘅地區係比較偏遠，唔係你嘅心儀地區，你亦喺未來亦可以透過換樓嘅方式再搬入你心儀嘅地區，而租住公屋就冇呢一個選擇俾到你啦。除此之外，房署交層公屋俾你嘅時候，多數只會係俾層清水樓你，係需要裝修先可以入住，而且好多人都打算喺公屋度住一段長時間，就將所有嘅錢花費喺裝修上面，亦意味住你嘅財富喺上樓之後再次歸零。而買樓雖然都有機會要俾錢裝修，但係你亦有機會買到易裝修嘅單位，可以拎包入住。而買樓俾咗嘅首期本身都係你嘅資產項入面，只係收咗喺你層樓入面，仍然係你嘅財富。只要層樓冇跌，會喺加按或者賣樓嘅時候都可以拎翻出嚟。但係多數嘅人唔買樓，只係唔想承受樓價下跌嘅風險。而公屋就係一個提供平價出租單位嘅措施，可以幫你節省每月嘅開支之餘，又可以避免樓市下跌嘅風險。如果你只係想做一個窮人，唔想去建立你未來嘅財富，每個月仲有多幾千蚊俾你去消費，長期住公屋的確係會幫助到你。但係如果你都係想向上流，想財務自由，想掌握到自己人生嘅話，住公屋就唔係你應該有嘅選擇啦。事實喺財務角度上，不但好似啱啱我所講，需要長時間去等待，你收樓之後更加要俾錢去裝修，然後你先可以開始你嘅儲蓄計劃，會比選擇買樓嘅人遲。同時因為住公屋仍然要限制住你嘅收入同埋你嘅資產，限制你嘅收入會令你嘅儲蓄速度唔快，限制埋你嘅資產。好多人為咗有得繼續住公屋，就會想方法使晒佢手上嘅錢，即使每個月慳到幾千蚊都好，但係呢幾千蚊只係用咗去消費嚟提升佢嘅生活質素，例如去旅行同埋食好啲。可能你覺得減少支出令你有更加多錢去消費係冇問題，但係慳到嗰幾千蚊係完全冇落入過你財富入面，因為你已經使晒。就好似片頭我所講，你好少見到有人住公屋10幾年就會得到幾百萬，因為租住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嘅租金完全冇幫過你去建立資產同創富，而樓本身就係一個資產項，可以幫助到你去建立財富。如果你只係唔想承擔樓市下跌嘅風險，其實你係承擔緊樓市上升嘅風險。因為居住作為一個必需品，完全冇樓嘅人等於喺度沽空樓市。如果你喺度沽空緊佢，只有跌嘅時候先會對你有利，但係長期嚟講，由於錢幣會不斷貶值，只會令包括樓嘅資產項會不斷咁上升。可能你見到香港嘅樓價跌咗3年，比高位跌咗接近30%，但係如果你用10年期去計，其實都仲喺度升緊。同時市值租金比10幾年前已經升咗，反而樓價係差唔多。
同時，香港已經進入減息週期，利好樓市嘅消息不斷咁出現，但係依家樓價仲未上升，會唔會係一個更加好嘅入市機會？好多人相信傳媒咁講，喺香港好難儲到首期。其實呢啲傳媒好多都唔係樓市嘅持份者，唔知道買樓嘅技術、方法同意義。其實只要知道方法同努力，即使你係普通人，喺3至4年間已經足夠俾你買到香港450萬以內嘅上車盤。詳情可以睇返我之前製作嘅呢條片去了解更加多。同時，如果你想建立財富，買樓係一個最簡單實際嘅方法，因為買樓不但有最大嘅10倍槓桿，只要升1成，你就已經可以得到1倍嘅資本利得，而且你可以得到一項必需品，就係層樓嘅居住權。買樓唯一最大嘅障礙就係入場費高，需要時間同埋努力去儲首期，但係都仲快過你去排公屋。如果你真係為咗每個月慳幾千蚊租而打算長期住公屋，就要將啲錢使晒佢，呢啲財富就唔會留喺你身上。公屋嘅本質係想幫窮人以低廉嘅租金去減低佢哋嘅開支，假以時日，佢哋儲到錢就可以離開公屋，搬去佢哋理想嘅居所，亦係公屋旋轉門嘅原意。但多數嘅人排公屋只係為咗平租，亦冇打算儲蓄去離開公屋，呢個亦係公屋旋轉門失效嘅原因。但係公屋種種嘅限制，唔離開嘅話，你係冇辦法去創富。同時你要知道建立財富同生活風光係兩回事，唔好見到網上嘅文章話住公屋1年可以去多2次旅行就叫做有錢。其實呢啲人只係利用咗政府幫佢慳嘅錢去消費，並唔係佢真正有錢。如果你都立心為未來嘅你去建立財富，由今日起就立志成為一個業主，由層樓幫助你去建立你嘅財富啦。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晒。如果滿足到你內心嘅疑問嘅話，請你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成為業主同埋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